大家好，我是辛巴，我们现在来到了50的 4S 店啊，为大家带来的是50宏光 mini 4代的详细的静态体验。那这辆车型应该是全网首发吧，应该很多媒体老师还没有见过这车，不要说你们了，我都没见过啊，之前也见过，不，这不是重点，这台是真正的量产版的，应该是量产版吧，2025款的迷你4代的205的4门版本，具体它定什么名字，或者说它卖多少钱，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但这辆车型是他们发 4S 店来的展示车，我们昨天刚到，我们今天就来拍了，对吧？然后今天我一定把它剪出来发给大家。值不值得大家帮我们点赞、评论、转发，都会对我们节目有特别大的帮助。OK， 聊完这个开头，再来聊一下。我觉得这个车型我要聊一下啊，因为迷你这个车型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那我们从1代开始到2代、3代，包括现在到第4代，其实迷你这类型的小车，我们所有车型啊，这个价位的所有车我们都拍过。我们所有车都试过，那迷你对于这个细分类目来说还是不一样的，他们正儿八经的是这个细分类目 A00 级的剁椒鱼头的开创者。他们很多厂家啊，我说实话，很多厂家可能对于开创者这种说法，就是说可能他们在比如说占领了这个市场，比如说50%的销量，或者说30%的销量，他们就开始满足了，就可能一个产品还能继续卖，它绝对不会更新换代。但是我们从3代开始，其实50出 mini 3代的时候，其实他们的2代卖的也很好，就是普通版的 mini 的马卡龙版也卖的很好，他们还是趁热打铁，我们1代、2代提的很多问题，他们都改进了，然后出了3代，然后3代不只是保留了原来2代的那个优秀的底盘，因为2代当时卖很贵，2代 GB 当时要卖6万多块钱吧。他们后来在迷你3上面虽然用了2代底盘，但价格你看放到了4万多块钱，然后改进也很多，包括 LED 啊，包括屏幕啊，都改了很多。当然，现在我们知道某一些迷你车型可能比它卖得更便宜，但是反过来说，50你说2024年现在让我推荐，比如说剁椒鱼头这个级别里面谁是产品力最强的，那肯定还是3代 mini。 所以他们3代的 mini 的像青春版到现在为止，很多店里面可能年底都在等车啊，都没有说有现车的情况，就卖的还是很好。他们前段时间刚刚到了140万台啊，短啊，我们前段时间今年年初的时候可能就100万台、110万台，到今年年底已经到140万台了，这个非常夸张的数据啊。他们完全如果说你今年不更新，你明年跟期限正常啊，你现在库存还能卖，对吧？更多模具还能卖。但是50不一样啊，50我们在3代的时候也给了很多意见，现在它来到了4代。那当然前面废话这么多，大家一定想看实车，现在跟着我第一视角，我们来看一下50宏光 mini 4代的实车到底表现怎么样，跟着我视角来看一下吧。OK， 这就是50宏光 mini 4代 EV 的实车。那整个车我觉得外观造型上面改变是这次大家一眼就能看到的最明显的点。首先它变长了、变宽了、变高了，轴距也变长了，整个一个是等比例放大的情况，稍微大了一点，但没有大很多。但是你能看到跟前面的星光 S 去对比啊，就原来的迷你还是一个非常小型的话的一个纯代步的，它现在更像介于老迷你跟宾果之间这么一个尺寸，整个尺寸是放大了。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明显的点是它变成了4门版本，那原来是2门的，现在是有4门。但是如果说你想买2门，它2门版本还是有的，只是现在有4门版本。4门版本我们说一下，首先4门版本的好处啊，如果说你真的是实用化角度来考虑，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车很多人拿来带娃嘛，就是你带娃以后，你有一个后门，小朋友可以自己开这个门，接小学生的时候，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妈妈不用下车，可以直接让小孩自己开个门，然后自己上来。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明显，因为小学门口是不能停车的，很多人是快上快下，所以这个应该实际用户应该会比较能感知到。所以我对他们出一个4门我还是比较认可的。很多人想买迷你这种类型的车，但是就考虑到是2个门的原因，所以他们就没有买，甚至买了一个更大尺寸的。其实买迷你这个尺寸的车他们也够用了，只是受限于2个门。这也是为什么T03能卖得好原因。T03当时也是
低价位里面5万左右的车里面唯一一个4门车型。当然现在迷你那个 T03 涨价了，这个哪说哪了，我们就抛开不谈。就是50迷你的外观上面的，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另外一个事情是我们之前强调过很多次啊，整个50宏光迷你的风阻系数，包括它的流线型做得更好了，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原来的最早的50宏光迷你的1代都是那种方盒子的造型啊，那个时候我还觉得方盒子造型还是挺帅的。实话实说，哪怕到现在啊，我觉得那种零的线条，1代的迷你，实话实说我觉得还是很有设计感的。那为什么50现在变得圆润了呢？哪怕说到3代的时候已经开始变得圆润了，其实主要是还是为了能耗，包括还是为了续航啊。因为大家如果说了解过纯电动车，纯电动车其实对于风阻的要求会比燃油车更加的敏感一点。因为燃油车你最多油耗高一点啊，那纯电车可能会你直接最长的续航可能会有明显的区别，特别是40公里以上，风阻的阻抗跟你滚动阻力其实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对于风阻上面来讲，确实更加圆润会更加好一点，更加实用一点。我知道50对于小车都是实用主义啊，很多人就觉得它是变得圆润了。其实按照50，你要是这么省钱的话，就老模具改不就好了嘛？它没有啊，它是完全全新架构的。所以全新架构为什么要做圆润，就是因为能耗。就是50的所有改动还是实用为主，并不是为了好看。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就是说它做了流线型以后，它其实它的钣金工艺是要明显提升的，因为它要做流线型嘛，很多东西是要用到曲面，包括这种接缝的工艺。其实50这一点上，我是明显能感知到一代比一代强啊，一代比一代强，这是我是比较明显能够感知到的。而且这个漆面啊，这个白色的漆面也是珍珠漆啊，珍珠漆还是非常非常亮的。我感觉50这几年通过一代一代的提升啊，包括我们后面看到星光 S 这个漆面提升，虽然我们的初代那个蓝色也是珍珠漆，但是我觉得明显这个白色的珍珠漆，这个新款的这珍珠漆做的比我们那个要厚实，给我感觉是要更加厚实、更加光亮的。不知道是因为新车原因还是怎么回事，但是确实是做的很好。然后外观上面，反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就不再赘述啊。看一下轮胎，轮胎这次其实是有改变的，它当然用的轮胎还是用的是玲珑的，因为玲珑它的厂也是在柳州的，它的轮胎规格是有改变的。我们看到它的轮胎规格是15570R13啊，原来是14570R12，轮胎变宽了，这个对于整个车的那个抓地力还是有帮助的。当然。实话实说，如果用145的窄胎，可能需要还能再长一点。但是我是认为，对于它这个车来说，155还是更好的。对于绝大部分消费者来说，你多1-2公里用好的轮胎，我一定是出大拇指。当时我们就夸过，50友商用更大的轮胎啊，我们就夸过。然后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我要跟大家看一下吧。这个车型有一个比较重点的事情啊，就这个车型是 ESC。这个车型是我不知道这个车是哪个版本啊，但是它是有 ESP 的，就是车身稳定系统的，就它是有车身稳定系统的。这也是在 A00 级小车里面第一次出现 ESC。我拍过这么多 A00 级小车，50作为 A00 级小车的扛把子，他们终于在 A00 级小车里面加上了 ESC， 给他竖大拇指。真的给竖大拇指，而且实话实说，基础的配置包括雨刮这种也没阉割，就是我觉得50在这个方面这一代轮胎加大，包括加上 ESC， 我都是竖完全大拇指。还有一个点是，我们到内部来看一下啊，外观上面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啊，讲过很多了。OK， 拉开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饰啊。第一个是来讲一下门饰板，门饰板上我有几个细节要讲啊。第一个是你乍一看是不是这块是布的？我一开始以为是布的，其实它是硬塑料的。然后呢，做了这种布纹，你能看到的地方都是硬塑料。但是这次其实他们还是有改变的，我觉得50还蛮厉害的。就是这块的顶上这一块，我一开始还以为它是那种搪塑的，因为它触感是很特别的。有点像麂皮的这么一种设计啊，有点翻毛皮在塑料上面做了这种质感，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还是硬塑料，但是会有那种触感，会比硬塑料要好受很多，差不多这种感受。然后下面是白色的钢筋烤漆，然后带4个车窗升降，只有主驾驶只是一键升降的。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内部现在看一下座椅啊，座椅跟上一代区别不是很大啊。我大概率猜测这个座椅还是从宾果上面拿下来的，然后我没有证据，但是我个人觉得它跟宾果座椅其实是比较像的。然后它下面也是这种叫什么纹路，飞鸟纹还是格子纹，不太清楚啊。这种女孩子可能会比较了解一点。有双色的拼接，然后基本上就是这种一体式的座椅。我刚刚做了一下，乘坐体验跟宾果是比较像的。OK， 我们来看一下内饰，内饰上面有几个比较明显的改变啊。这次做的是更像传统的轿车了。这里我有几个细节要讲啊。现在这个车型是支持无钥匙启动了，只要踩下刹车，它就可以直接是 ready 了，直接可以开了。这个改变还是比较大的，它就是不需要钥匙去启动了。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档位啊。档位现在是有个 P 档了 ，P 档、R 档、N 档、D 档，这个是多了个 P 档，以前是没有 P 档的，需要拉手刹，现在还是有自动启停跟自动驻车的。这个改进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整体的这边饰板也是这种雾银材质的，这个点我觉得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自动启停，你特别是在城市里面走走停停，然后 P 档有也会增加你蛮多的信心啊，以前还是要拉手刹，我们初代的时候。然后这边也有一个杯架，然后来看一下方向盘。方向盘刚才忘记讲了，方向盘跟原来的那个宾果，包括50宏光 mini 的3代那个区别不是特别大，也是2幅式的，是搪塑的。区别就在于它整体的这边的那个功能按键，这边有一个动力切换键，包括一键切换听歌的模式、打电话都是有的。这个车型的屏幕。首先来讲一下啊，之前我看到有部分的人说这块屏幕没有用啊，因为我们自己是迷你3代也是有这块屏幕的。怎么说呢？现在这块屏幕也有改进啊，比我们那个迷你3代是要更加功能更加多的，比如说蓝牙啊、声音啊、显示啊都是有的，包括车辆驾驶模式也可以在这边选，这些东西都是之前没有的，包括能量回收的力度，这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这块屏幕其实更多的作用并不是影音，而是这些系统的参数的设计现在可以在这边调节了。能量回收力度以前也是在这个级别里面没有的，现在它也是有的，标准强都是有的。包括模式选择，以前是没有，以前应该只有2个模式吧，一个经济模式，一个运动模式，现在有经济、标准、运动、个性化。个性化我觉得是这次这块屏幕的最大的改进啊，就是这个车型的最大改进。能量回收力度这是按百分比调了，动力响应也可以按照百分比调，我觉得这点还是真的是比较好的。你在这个价位内，反正它应该是独一份，就是油门的控制、能量回收控制，它都是可以调节的。这点我觉得还是在这个价位内还是很少见的，基本上是没有啊，基本上没有。然后无钥匙落锁啊、无感钥匙进入啊都是有的，包括能量的选择，包括车辆的保养与小计里程都在这块屏幕。其实这块屏幕的作用更多的就是以这个车辆的一些的设置的调整。这个屏幕我只有一点点的小的意见，如果说50下次再换代的时候，我非常建议加上导航。这个我觉得是迷你里面无论3代屏幕还是4代屏幕，我觉得包括星光上面盖板的屏幕，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就是它没有导航。其实这块屏幕只要加个导航，我都觉得很好用了，这是我的一点小意见啊。然后整体内饰上面的这次的改变还是比较大的。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地方并不是布纹的，是这种跟边上一样用了塑料，然后做出这种布纹的纹理啊。这个如果说你不仔细看，你不上手摸，你其实感知不到的。这个你会第一眼感觉，它应该是布的吧，其实它是塑料的，这里还是做的比较厉害的。然后这边有个迷你 EV 的 logo， 然后是这种雾银的材质，然后这边的空调按键都是有实体的，然后跟宾果那个非常非常像，包括手感，我觉得这个手感跟宾果也是比较像的，而不是跟原来的50宏光很像，它是有段落的。50宏光原来那个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段落的，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质感还是比较好的，包括这个换挡机构也是一样。然后上面都是硬的塑料，这个没有任何的改变啊。然后抬头看，是一个反光镜，反光镜后面是并没有天窗。50宏光 mini 这个级别里面，你要给个天窗，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啊，毫无意义的天窗。OK， 打开来这边是有一个反光板，然后带一个化妆镜，这个还是很好的，特别是很多女性车主，这个还是刚需的。然后这边有一个阅读灯，然后带多段，以及那个紧急开关也在这个位置。然后看下来，这边有2个 Type A 的接口，然后有2个挂钩，
可以挂螺蛳粉，可以挂奶茶，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实用的。在于这个价格内，我觉得对于纯代步的人来说，2个挂钩还是很重要的。你可以挂2杯奶茶嘛，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来说，对吧？非常重要。然后这个车型也是带2个气囊的，2个气囊都有。然后来看一下副驾驶啊，副驾驶的座椅跟主驾驶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区别，然后也是这种布纹的材质。然后我们把前排座椅调正确驾驶坐姿，我们去后排看一下。首先调节还是纯手动调节啊，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在50宏光 mini 不要想着你有电动调节座椅，这个是不太合适的。如果有，我还是觉得是有问题。然后它依旧是一个贯穿式的中间的走道，然后这边有一个点烟口，看到吗？这个地方点烟口，这个50都在这个位置啊。OK， 我们来后排看一下它的后排空间表现。首先来看一下后排的侧板啊，侧板上面哇，这块东西还是非常有触感的啊，是一块塑料的饰板，还做了纹路的包裹，做的还挺好的，手感挺棒的。然后基本上是跟前排一模一样。OK， 我们来看一下后排啊，后排有2个头枕，但是并不是可动的。然后整个后排的座椅，我觉得是比之前的几个版本要做的更像大沙发的。然后另外一个厚度也是有增加的，给大家看一下，基本上1拖左右，而且2边的包裹是比较厚的，但是都是布的，并没有皮的。然后有一个点我要夸一下啊，它带2组的 ISOFIX 的安全座椅啊，在这个价格内它带2组 ISOFIX 还是。对，很多车型都没有，它带2组。然后我们坐进来看一下它的腿部空间。那我自己是1.72米赤脚，腿部空间差不多还有1拳应该不到一点。然后腿部支撑我觉得坐垫不够长一点，当然你 A00 级小车嘛，差不多脚还有2指，然后腿部支撑差不多还有4指，2指4指。我只能说我1.72米赤脚可以坐。然后看头部空间，头部空间差不多还有1拳。把门关上。我觉得这个车型坐4个人还是没有什么压力的，成年人没有什么压力。除非你更高，比如说你是1.8米几，那可能确实有点紧凑了。但是如果说你是1.8米以下，我相信你坐这个车应该都不会觉得坐不了。那这车型肯定说不上宽裕，但是你一定不会说，哎，我坐不了，应该不至于。我觉得1.8米应该都可以坐。就这么夸张，它是个 A0 级啊，其实是这个很正常啊。我们之前的1代迷你，其实坐4个1.75米的人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坐过。其实这种很多人说的老头乐，其实它并没有那么的老头，它其实还是能拉人的。我们工作室经常我们1代的迷你满座，非常认真啊。当然我们工作室还是有小姐姐的嘛，也能接受啊。你想胖九也要能坐呢，对吧？胖九1.8米几的人都要坐呢。就是它的后排空间，大家满意吗 ？OK， 我们这次它后排空间，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 A00 级小车里面已经算比较优秀了，因为你看隔壁可能都要顶腿了。它这次轴距增强还是有用的。它这次主要的轴距的加长，一个是放在了后排，另外放在后尾箱。大家可能对这种小车没有那么了解啊。首先，50宏光 mini 这次的后尾箱空间其实进步挺大的。以前50宏光 mini 的那个后尾箱空间差不多只能到这里，现在已经差不多大了1倍了，整体的大的面积还是非常非常夸张的。现在以前你要在50宏光 mini 这个级别里面，你不放倒后排座椅，你是放不了20寸登机箱的。它现在这个后尾箱空间，我相信放2个20寸应该可以塞进去，2个20寸竖着来，我觉得是应该可以放进的。而且整体的往下的那个深度也是有增加的，这个还是比较好的。然后这旁边还有一个小兜啊，可以让你用来放这把枪，这个我相信它也是这么个设计啊。就是我们之前那个看到没有？就你这把枪，充电枪随车的可以放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越野也是这么个放置啊，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就是这个东西会滑来滑去，你放家里面也容易搞丢，然后它就放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挺好的。然后下面有一个应急的包，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储藏东西的地方，你可以放一些自己的，比如说洗车布啊之类的东西啊。有2个储藏间，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实用的。这次50宏光 mini 它也有后尾箱了，只是你要说跟宾果比，那肯定比不了，那肯定还是宾果更大一点。然后把这座椅放平，它也是支持55放倒的，看到吗？它也是支持55放倒的。然后你就获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后尾箱空间了。然后你可以放一些更长的东西，差不多就这么个水平。然后电尾门那也是没有的，不要想了。
OK， 这就是关于50宏光 mini EV 的4代的静态体验啊！我非常期待这辆车能够开2圈，因为我对它的动态还是非常期待的。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现在向我们驶来的是3代的迷你啊。3代迷你其实对于迷你这个架构的产品来说，迷你3代的底盘是好于所有这种 A00 级小车的。那这次他们用了这个新架构的迷你4代，在底盘上面，在架构上面，在开起来上面有没有更大进步？那我还是很期待的，希望他们有一个更强的表现吧。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动态上面花了更多的功夫，不然也不会用这个新架构了。期待一下，因为这辆车还没有上牌，我们试驾不了。OK， 这是关于50宏光 mini EV 4代的所有内容，希望我们视频对你有帮助。如果说你的朋友也想了解50宏光 mini EV 的4代，可以把我们视频推荐给他，也希望我们视频对他也有帮助。如果你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可以给我们留言。我是辛巴。哦，最后还有一个啊，你看它的钥匙，这不就是我们越野 Plus 的钥匙吗？跟我们宾果的钥匙一模一样。现在50宏光 mini， 哎，你也是宾果同款钥匙啦。这个车型也是带快慢充的，给他们插上。这个还是我拔下来的，他们正在充电。它快慢充也是有的，但这个车型我觉得快充，以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都是用慢充的，从来不用快充，因为慢充便宜，家里的电只要3毛钱一度，外面的电1块多一度，我肯定充3毛的，就是这样子。我是辛巴。